收起来排球的观众，大家晚安。我们连续2周在屏东的县立体育馆，哇，现在在这个连续2周啊，这个1周6场，2周12场，这已经是2周的最后的1场球，要由高雄台电要来面对的是凯撒饭店连锁。这是一个2连战，也是连续2天2队的交手。不过也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出来，我们一直都很期待，其实也都很希望啊，这对2队的交手来讲，其实凯撒能不能先从一级一级来？对，那当然这几周也包含就是高中联赛开打啦，也包含之前他们在跟你去做的一个两岸交流，所以阵容上不见得一直都那么完整。是，我今天看起来有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希望今天的这个凯撒能够有更好的演出。对，因为之前只要我播到凯撒的这个场次哦，我们都一直跟观众朋友、跟球迷朋友要宣导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凯撒饭店这场球赛的结果，我们要去看它的过程，他们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打出让我们可以满意的这样子一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才是观赛的一个重点。不，当然，其实，观众有些时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了啊，所以讲话有东西都看直接了啊。对。那其实我有时候看到网络的一些留言，就觉得，就大家会很直接的讲说啊，那这那来怕啊，这是要卖门票，现在。可是有些时候那个成长的过程，讲实在话，就像我们去打国际赛啊，也不会因为说，阿力多高才叫这里卖来，是啊，我只接受世界前10的过来，是。你如果排名在前10之外，你就对不起，你连参赛资格不可能嘛。对。那你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对这样的压力，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尽可能去做成长，啊，才可能有机会拉近嘛。对，而且气排等于是全国最高的这个强度最强的这个系列的赛事哦。那其实看到现在很多，不管说是在哪一支球队的1线球星，他们其实都面临过像凯撒饭店现在这样子球员的这个成长的时期。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很高强度的一个对战舞台，对他们的进步，我想真的是有帮助的啦。当然了，今年对凯撒来讲，当然前面几场面对不同的对手，最起码都能够拿1局。对，那对高雄台电这个部分还需要继续努力。而且昨天这2队其实也才刚对战过哦，那看能不能说今天把昨天的没有做到的，或者是说有需要改进的一些方向呢，在这一场球赛里面，看能不能够打出一些新的这个火花。是，这有些时候就是当下的一些感受跟当下的一些的体验，跟隔日再战能不能充分的运用到比赛的现实状况当中？因为对手比你有经验，对手比你的应变能力更强，是对手比你的这个技术面也更纯熟。所以有的时候，就算你已经预测到，你已经知道说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今天在提升的同时，可能对手的反应来的比你更快。这就是现实面啊，就是现实面。那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强化你自己，去加速。那希望能够有一天，你真的找到那个破解之道，然后破茧而出。那这就是运动的一个真谛嘛。是。哇，这连续几天在屏东，真的很喜欢屏东这个地方啊。一方面就是，讲实在来到南部都觉得就垮啊，很舒服。再加上这几次来都天气超好。对。而且。好，我们先回到正题来，现在看一下这个先发名单。先来看看凯撒的部分今天排出来的主要的攻击的许方明先把许方明的位置定出来。张云珍2位在举队的部分跟许方明，然后呢，在整个攻击的部分吴以玲，今天呢搭配的是15号的林彩珍，然后呢，在整个主攻的部分陈思瑜，再加上是简玉文2位的这个自由球员，再加上在整个高雄台电的部分彭以柔主攻，然后呢对角的是陈思雅。那今天的整个中间手是胡小佩，还有是7号的黄金瑜，那20号的黄敬轩举队，然后是排出来的先发举球是洪家瑶、郭靖怡跟徐婉云2位自由。刚刚有一个球迷在前一场比赛一直希望把对徐婉云的关心表达出来。现在好，麻烦你好不好？麻烦你继续哈，没有问题的。陈思宇打长线，思宇陈思雅把这个球。寻求第2波，哇，打一个台阶啊！高雄台电队交给黄敬轩突破对手拦网，
那我想以台电的这个球风哦，基本上是不会给小学妹太多的这个空间哦。今年的状况，高雄台电真的是调整的相当不错哦。转直线，贝菲跑一个嘛后排，哇，真的是许芳明的整个攻击破坏力还是大哦。对，不过这个战术来说的话比较少见哦，因为你后排绕了一个背飞，然后可是你又举后面的这个后排。 对，其实会有一点点重叠的感觉，比较容易卡弹。对，而且动线有可能会 overlap 到，还是有点风险性啊。1比1，放短，哇！陈志雅完全看到了心脏地带是没有人的。对，这个球切的这个力道恰到好处啊。我们真的要给这种年轻的这些 U20的这些年轻选手更多的鼓励了。U18、U20啊，好，这球硬是想要做2号位置的一个强攻啊，还是被拦回去。哇，这陈志雅是单扣啊。哇，这球给的有点短，不过在 第一时间的整个出手倒是还蛮这个巧妙的啊、哦。林采珍，我也是上礼拜才知道她也是屏东人。对啊。那昨天其实虽然我没有播台电队的球赛哦，但是其实我昨天在旁边看他们哦，其实台电队还要再更加强的，就是他们防守起来的那个反击的品质，并不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有的时候真的啦，因为 有些东西是习惯的问题了，你必须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球来防守起来就是要一枪毙命，就没有那个空间的，没有那个灰色地带。对，就是说有时候你防守起来，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你却是常出现的是轻扣过去，或是你送了呛死球过去，那这样其实防守就没有它的意义存在。能够一枪 处理掉了，绝对不要用到第2颗子弹啊，应该是这样的逻辑啊。好，一上来刚刚这个落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整个这个落点上是界内还是界外？这屏东真的有很好的打排球的风气了啊。对，基本上体育馆外面的那个室外的球场哦，几乎每天都是满的，都满的。哎呦，开心啊！哇！ 看到小朋友吃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我们来看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内，没错。挑战失败，这是一颗界内球，压线。3比3。哇，这个球真的就飘过头了。 轮到20号黄信轩的发球，哇，这球接的位置不对啊，直接接过头了。那我觉得，高雄台电这边呢，也要去要求到自己哦。我相信教练团应该也对球员有所要求，就是说，你虽然今天对抗到了凯撒饭店，他的实力来说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的落差，但是你还是自己的内容的部分也要打出该有的一个水准。徐芳明这球转直线，哇，陈思雅直接也是一个转直线。面对高人网，陈思雅在4号位打了一个82得分。 6比3，连拿了3分了。哇，这球有点不是很清楚哦。哇，高度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优势啊。单手举球之后交给黄心瑜，吊球得分。到目前为止，整个就是解读比赛的能力了哦，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落差，也使得目前凯撒饭店要喊暂停3比7。他发球现在都会找你，就像我们会找人家主攻一样嘛。
就是再专注一点就好。他不要急着攻击，先把球接好，再跑都来得及，好不好？不急 ，OK。然后再专注一点就好，因为高嘛，先把点顾好就好，然后打过来后面可以守。OK， 来加油！上礼拜很有意思啊，上礼拜就是这个比完赛之后，我们做直播嘛，就请这个洪教练对上直播的现场，他就说：“哎，志明哥，你在这个比赛中说我很温柔。”他意思说，他基本上还是会有生气的时候，他是怕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那球员都觉得哇，教练那么都这么客气，那就对，好像不会特别要求，他只是要表达是不，我还是会，只是对一开始不会给大家那么大的压力，好不好？我带现在年轻人真的是不容易了，对，不容易。好，再来。哎呦，今天现场有观众在旁边加音效哦。对，而且是用台语的。真的就很有那个愧靠。掉落啦，掉落啦。打球有的时候，这你真的如果在那种外面的所谓的野场打球，哦，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要承受到那种我们所谓的 trash talking， 可是那种 trash talking 跟国外的也一样啦，只是讲话就是都比较直接一点啊。不过这个好像这种喷垃圾话的这种文化，好像在篮球比较多一点。篮球比较多。打长线，哇，徐婉瑜这球救得漂亮。好，站位不错，再来给谁？许芳明放短球，有看到吗？有补位。中间的快攻还是被补起来。哇，这个防守双方都很黏。许芳明切对角，后排。哦，好球哦！这个攻守不断的来回，凯撒这一分拿得漂亮。所以刚刚那一波的来回，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说的，就是说台电队防守起来的反击的品质，哦，你对凯撒饭店其实没有造成太多的这个威胁，还有破坏，所以也让可以他们重新组织进攻的机会。有些时候真的是这个要求要再高一点啊。陈金雅在4号位再次选择协助攻击得分。所以高雄台电这边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哦，可以去很多层面都可以去做尝试，比如说防守的补位啦，或一些战术的运用上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场球赛来好好的运用一下。呀。这个中间的一个搭配啊，可惜啊，给的位置还是有一点点太低了啊，太短了。10-4。哇，这就一样啊。对，在整个跑位的过程当中，又是一个默契搭配上的一个小小的瑕疵啊。哎，真的有球迷提到说，屏东这边东西叫到 Play 4、Play 5，哎，哇，都是哪些人在打？都有学生为主，然后跟一些民众啊。OK， 哎，这就还是一样接的不够细致啊，又让在前排直接是吃了一个大包。然后其实屏东这个地方很有趣哦，就是其实屏东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其实很多，那其实原住民他们是很喜欢运动的，那他们没有办法在部落里面运动的话，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它可以释放空间出来。其实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在这边聚集在这个地方打球。OK， 哇，这就掉的有点点危险。不过还是一样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因为两边的整个宽度打得相当的开了啊，所以也让凯撒饭店在整个拦网上，在跟球的部分来讲，要防守的面积真的是蛮大的啊。哇，不知不觉就分数拉开到快10分了。呀，哇，又没接好。救回来。哇，今天真的是第一局到目前整个凯撒饭店是攻击力几乎完全消失了哦，到目前都完全消失了。哎呦，这个球迷倒是很多的屏东在地的在地啊，所以有提到屏东的打球，还有包括哪里？当然就是屏东大学社区球场，哇，听起来还不错。
长线啊，这球有一点歪掉。啊，完全被掌握住了，企图太明显了哦。就是也没有多做一些跑动，然后也没有一些这个额外的一个掩护动作啊，完全让黄仙宇掌握住。那这个球，如果你要打速度快的话，球速也不够快。哇，许芳明这个球还是切的角度过大，球出界。不过要来看一下挑战的结果。挑战项目为界内球。凯撒现在好像这个球还是没有办法打到场内啊，打不进去。这有些时候就是进入比赛的状态，就等于是慢了一点哦。对，我基本上还是要拼啦，因为简单讲哦，这个学习很多是要付出代价的哦。那你就真的必须要不断的去接受这种严苛的考验哦，因为你出去比只会更强，不会更弱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哦，有哦，界内，好球。凯撒饭店队挑战成功。轮到许芳敏的发球。哦，这球发得不错，质量很好。大斜线，哇，这个球还是被挡了过来，再给。哇，这球有一点点没有跟上的感觉啊。而且这个也没有沟通好，感觉陈志雅是最后一刻才知道他要来打后排啊。6比15。这高高这几个跑的其实都算起来蛮轻松的啊，蛮轻松。非中型得分，这次选择的是直线。由得分后的黄星宇来发球。16比6。哇，再是彭义柔的一个4号位的一个强攻。对，很聪明哦，面对到2个拦网，然后直接选择一个长线哦，打成 touch out。到目前整个让凯撒饭店那个整个队形都打不出来哈。17比6。好，打一个 touch out，好球。对你先把接发球做好，接发到位之后，先巩固自己的第一波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简玉文拿分。轮到简玉文发球。7比17。哨音响，应该是凯撒饭店的触网。之前刚好有机会跟东山的教练聊到简义文这个选手，其实他是身材条件很好，他之前是读草屯国中，所以算是乙组的球队。然后他现在进入到东山高中之后，透过这样高强度的训练，然后把他整个这个身体素质提升之后，哇，以他的这种身材条件打到主攻手的位置，其实那个是蛮恐怖的。都希望真的好好的被稍微雕琢一下啊。是。他有180公分高。对。19比7。哇，这个球彭宇柔的一个大对角打得太偏了啊！而且这个球没有包好。
投球回到凯撒这边的攻击手呢，现在除了打进是最重要的之外哦，其实还可以再多加一点点手腕，再多加一点点的变化，因为目前打给学姐们的球，感觉都是比较单调的路线哦。哇，这个球没有能够补位起来，而且有些时候就是要再大胆一点啊，再大胆一点。长线这球再来补一枪。还有，哇，这接连几个球，在整个拦网的定位上来讲，一直没办法比较好的一个掌握啊，所以说，在整个现场看得出来，整个防守球员来讲，就变得有点疲于奔命啊。是，而且台电队的战术也一直很活，我们不管他说打到第几波，他们每一波的战术都其实用的是不太一样的，有内有外哦，所以其实这样子在跑动移位的部分呢，也会对这个凯撒这边的球员哦，这个在判断上面会比较吃力一点。长线的这个路线都太一致了啊，所以其实徐婉云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等球来就好了。呀。今天在2号位的高打点攻击，大斜线进攻得分。凯撒饭店队请球暂停。好，现在凯撒暂停。9比21。学姐跳起来那动作还在跟，你就掉下来。表示你去都没有看球就跳，先去移动到位，看到球，时间再抓。你都跳起来都已经先跳了，好不好？其他没事啊，接发球而已啊。球接了，我们有组织才可以突破嘛，好不好？不要急，先把球接好，来，走。走，加油，不要。暂停。这要给选手很大的信心，对啊，那又要这个一步一步，随时都要归零了啊。所以这也是对选手跟对教练之间的互动来讲，必须要慢慢养成那个很好的信赖度哦。对，而且洪教练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2个字，就是组织哦。现在目前很明显看到两边的组织的这个状态来说，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啊。哇，这个还是一样，掉得不够开了啊，掉得不够开了啊。你让整个高大的台电的球员在集中的地方，然后去拦你的球，其实这样子的被拦到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啊。除非你是打点很高，要不然那个背飞的意义是你要拉到外面，用标支杆帮你做掩护，再往里面扫。哇，这样子的话，要不然就很累了啊。这一球陈志雅真正香料有够劲。这个球虽然打界外，但是我觉得可以给陈志宇鼓励的一个点，是至少是说他的手腕开始有一些变化啊，就代表试图想要去做一些突破了啊。这个发球的失误，让凯撒饭店拿下了第10分，10比23。哇，一样啊！在整个平行的快攻的运用上来讲，小佩的球通常都是打的真的是比较长线啊。对。然后这边我也建议这个凯撒这边哦，如果想要破坏台电队的攻击，然后让自己防守更稳定的话，其实在发球的部分，今天没有做太多的加压哦。所以今天台电队的这个接发球的到位率很高。短球补位还是慢了一点，第1局结束哦。高雄台电只让对手拿10分，25比10。我们待会来看第2局。高雄台电队。气牌19年，一起丰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
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瑜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啾咪。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这永远都是最热门的这个现场的一个这个吉祥物碰气哦，而且很有意思，因为每天穿碰气的衣服的这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碰气有些时候差不多160，
哦有的时候会170，而且他个性会变，对不对？会变，会变。而且今天的碰气应该有175以上。哦，是。对，因为穿的人不一样，今天的碰气可能会更活泼。对，真的很有意思啊，每天的碰气都不一样。好的，现在的画面好像是在动物园才看到呢。对，不过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谁啊，梦琪也真的很辛苦了啊。每场比赛为了要这个想问题，是跟观众互动，还要问观众假爸尾。其实他这个工作本来是我在做的，只是说有时候我比较忙，所以现在都由梦琪这边直接来处理。真的是要给他拍拍手哦，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跟人群互动一直是最有福气的啊。哇，这个球没举好哎。高雄台电队的配合发球失误。哇，有些人这碰气带上瘾了，这碰气可能就不想回复真实的这个身份。不过今天的碰气比较亲民一点，因为他之前是不给摸的哦。对，所以我就说今天的碰气不一样的，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碰气比较高？是。中间的快攻哦，完全是空门啊。这有球迷太狠了，碰气上去打，你这不是出人命吗？真的是，碰气上去打，唯一的问题是你怎么打它都不太会痛，是真的。对，就是我都觉得有时候打球真的是胆识啊。今天已经不在乎说哦，你跟这些台电的有没有什么既有的落差，而在于是你在上去的时候，那个手法是可以练的啊。哇，这真的接球今天是一个很大问题耶！到目前为止，整个这个凯撒饭店的接球一直没有到位啊，一直没有到位。那你没有到位的话，其实就会很麻烦哦，因为你自己能够发挥的第一波就没有了。哇，这球还是一样有点欧吧？啊，还好补回来。哇，这个球不过是触网。是触网。凯撒饭店队在处理球时发生触网的犯规。吴以琳哦，这个挥臂的动作太大。继续由1号胡小佩来发球。哎呦，球迷讲说碰气明星赛有打过，有上去吧？当摆设啦，不是上去打啦。因为这个碰气的身体构造哦，他要手比较短一点，所以他如果要伸手出去接发球，可能会被他的头挡到。真的。凯撒饭店队请求替补7号下11号。哇，今天的凯撒真的接球真的有很大的落差哦，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哇，这球还是没接好。长线这球也多了哦。凯撒饭店队在4号位的进攻出界。前几次他们都有从一些这个其他的球队上面拿下一局哦。他们获胜的那一局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接发球还有防守都很黏，超黏的，而且很到位。超黏的。第二局现在刘玉纯在场上。对，刘玉纯现在变攻击手了。2号位的刘玉纯，22得分。哇，张云珍的这个举球又有一点点自己的整个这个调整没有到位哦。凯撒饭店队请求替补13号下18号江晨毅上。那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说接发球接的位置哦，真的让举球员要跑动太长的这个距离哦，影响到他的出手动作。哇，又是一次 S。哇，整个接球跟整个站位跟整个彼此的沟通也都没能够比较好的一个协调。哇，刘玉纯2号位，还是交给2号位的刘玉纯，这次选择大斜线的攻击得分。凯撒饭店队请求暂停。哇，这局整的节奏进行的更快。对。那个球也没有发得很强嘛，好不好？稍微早一点对，两个那个接球了，他球也没有发得很强，稍微早点对，真的很难接，挡着嘛，打两边修正也没关系啊 ，OK， 不要接得那么急嘛。
接到都已经连修正球都没办法举了，那就不对了，好不好？来，加油！杰哥加油！所以凯撒的年轻小将们，就像刚刚洪教练讲的，他们太过于求好心切，就是说一定要接到位。那你现在接发球的状况跟整个动作都没有办法像平常的这样发挥出来的水准的时候，你就宁愿先把球挡高，你至少还有打修正球的机会。嗯。还有。好球，许芳明。当然，在这几天来讲，一方面高中联赛也开始在打了，所以说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凯撒在这几次的比赛当中的这个人的部分没有完全都齐。对。哇，这球也欧吧？嗯。薛仁的接球过头了啊，这一分也让凯撒直接给拿下。那因为东山高中其实在第一阶段就已经晋级了，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有比较多有球员可以回归到气牌这边。大家说这个洪教练以前打球很凶，打球很凶跟教球那是两回事。大斜线，洪教这个球有点太慢了，防守起来结果没有办法完成举球，比较可惜。还有。哇，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像这个球来讲，当然了，被飞出来这个直线这条线，不过江云婷这球还是稍微有点被吓到了啊。对，看起来球的劲道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么强啊。哇，这个球还是触网过。哦，好球！整个防守起来，然后跟进的速度也来得很快。这个时候，我每次在看球还是播球、看球，我都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把那个狠劲打出来了。当选手怎么去把那个，当然有很多的条件要有。对。而且有时候看那种很厉害的选手，那种狠劲可以打出来，就觉得哇，真的是蛮痛快的。是。我觉得还是这个里面要包含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企图心。企图心，就是说你有没有企图心，想要把这一分拿下来。好球！这个直线完全球这个流出去之后，子雅是顺势往直线送。确实他们现在的战术主攻就是江承义的这个拦网点啊。继续由刘玉纯来发球。14-3。哦，这球放掉，偏了啊。球权回到凯撒饭店队，轮到4号简艺文发球。简艺文的发球。好球，有机会。看一下这一波的反击，有拦得漂亮，再来换边，有啊，先是碰到了标志杆了。哇，今天因为接球真的不顺，所以你看连许芳明都没有什么球可以打哦。他可以说是整个凯撒最稳定的一位选手，而且他是前后排都可以攻击的球员。对，他是每个位置都可以打。哇，这又没接好。后排有了。对，说着说着，许芳明就跳出来了。真的。你最起码把那个节奏放稳一点啊，就是球垫高，他都有办法处理，对不对？
而且等一下如果轮到前排，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攻击的这个跑动的这个路线哦。他其实很多变的，而且他是少数这种打举队的位置的，然后会用单脚背飞的方式去做完成攻击，这个比较少见。他很有意思，他可以打2号、4号背飞后排都可以，而且每个动作都很流畅。是。高雄排球队请求替补1号下3号孙婉玲上。哎，皮皮上来了。哎呦，皮皮上来，皮皮前排哦。哦，应该是要让他攻击啊。攻击。转直线，这球有界内吗？没有。闪的太多了哦。其实许慧颖不要想那么多，你完成起跳之后，你前面对位到的是江承义，你有很好的身材优势，结果你这个球自己把它往外打。江承义的发球。皮皮，再来。啊，打一个长线，可惜了。我刚看这个，因为不知道是太久没有看到皮皮攻击，他在攻击的时候，刚刚的那一波的来回，感觉有点像在做复健的感觉。你是指那个跳的动作吗？是有一点啦，感觉起来没有办法，不是很敢那种全力蹦。对，就那个机动性哈，完整的那个机动性还没有回来。真的。哇，我都在想说，哦，对了，17年，那时候看他打球真的是，对啊，真的是很爽快，跳得又高，转得又快。他就是志平哥你说的那种，就是打球有很近的。对，而且跳得又轻松。女生来讲，这样的人真的很少。然后制空能力又好。对，而且在空中还可以就是选择方向。对。想要看皮皮背飞，我问他，皮皮。你有没有讲好哪一天你要背飞？我跟观众讲，请他们先等一下，不要给他太多的这个压力了，就让他慢慢。对，比较少做这种跑动性的会比较好。对，慢慢来。没有啊，这球并没有 touch 到。凯撒饭店队挑战失败，这一分由高雄排球队获得。轮到洪佳瑶的发球。啊，这个球想要用一个吊球，没有掌握好。该怎么说？这跟我记忆当中他的弹跳还是真的要时间，要时间。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现在在打，感觉有点像在做复健的感觉。再来一个皮皮，有一点那个 feel 了哈。有。孙婉玲的快攻，touch out得分。真的不一样。我记得我是访问他，说到他现在就是那个逻辑，简单用白话翻译就是，他每一块肌肉之间连接都不属于他自己，所以他感觉不出来那个整个连接之后可以一起把力量用上去，跳得最高。他就觉得他还在找那个整个肌肉各块肌肉的连接的方法。哇，我那天一听，哇，这很学术，然后发现哦，理解了，就代表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整个动能，就是把一气呵成的把整个力量一次蹦上来，就是好像都分段，接不上。这个选手讲在有些时候，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不简单了哈。你像受一个大伤，还要再回到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力量，真的是。需要经过多少的努力啊！而且他开的是 ACL， 就是十字韧带重建。其实那个开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开，那个开完是你这几年所累积下来的肌力，就是全部打掉重练，全部归零。而且你刚开始开出来的时候，你跟你的健康的那只脚的那个腿围啊，其实是差很多的。整个都会揪起，都会揪起。放短。哎呀！上来的时间跟没有把球给顶高就没机会了啊！到目前为止，凯撒饭店的整个状况还是需要再加把劲啊！暂停，8比20。这一颗吊球是他的，
我现在不是讲说直线的无小球嘛，就不用跑那么远，就手大力球就好。还要抓一下节奏啊！学姐他们现在打都一下长一下短，一下长一下短的，那个手背的人要稍微灵活一点，看一下动作去移动，好不好？来，走，杰宇来一个。暂停结束。目前比分来到变化性了，可以看得出来，台电到目前为止到底整个这个打法上的变化性跟整个发球的加压一直都很到位啊，所以说也让从第一波的接球的部分就感觉起来，整个凯撒这边一直上不了线啊，上不了线。还有，小心啊，小心！哎，这球漂亮，碎！哎呀，差一点点。刚刚我以为是皮皮追入，我又吓一跳。母汤。这有时候觉得大家观众觉得我们一直聊天，因为讲实在，看他打球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太深刻了。他状况好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当主攻、快攻，各种都可以打，而且得分率又高。重点是他不高。台电队在组织快攻时发生配合的失误，继续由许芳敏来发球。10比20，许芳敏。陈姿雅哇，完全看到了很大的一个洞，很大的一个洞。对他对于这个凯撒这边哦，他的经验值还是非常高的哦，所以他这可以选择，应该是说他很了解到什么时候放到什么点是最容易得分的。哇，接过网，哇，还是一个接球的问题啊。那这个也是简一文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面临，因为你打的是主攻位哈，所以其实接发球是必要的。这很多时候是真的是没得闪了啊，没得闪。22比10。哇，这一样啊，这个上去的速度太慢了，所以呢包到那个球的时候，完全已经落下来了，没有高度了。哇，今天凯撒的2个举球员会非常的辛苦啊，跑动的距离应该是全队最多的，因为接发球没有到位，几乎每一颗球都要全力去做冲刺来举球。真的是还是交给许芳明的，接下来这个得分率就比较高一点啊。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先把球接起来，你才可以制造机会给许芳明。11比23。还有许芳明，他的整个出手就真的比较有在看啊，而且基本上他的手法也比较灵活，也比较成熟啊。12比23。球迷很好玩，有人在没有看钟轩打球，但有人回说钟轩用灵魂打球，看了会落泪。回得好，很棒。用灵魂打球，那另外就是要用生命打球啊！哇，这个我们的球迷这个意境越来越高了，真的，这素养都很高，素养都很高。13比23。哎，这球站位不错，后排来一个，哎呀，还是都没有包到那个球了，高度没有上去哦。这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到目前你可以感觉出来，确实在整个这个动作部分，简一文跟那个球的那个接触的那个瞬间呢，好像没有把他的身材优势给展现出来。24比13，哇，这又有点危险。
再来，背飞吗？放短，这一分出界。哎，哇，膝盖。哇，如果是膝盖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哦。防护员来到球场中间一下。哇。而且吴以琳她本身膝盖的位置已经有挂护具了，所以代表说膝盖的部分可能有点伤了。是不是有踩到吴佩体的脚？我们看有没有另外的角度啊？哇，可能要担架呀。哇，真的是踩到，而且可是他扶的是膝盖的位置，对他那个踩到整个力量变出去，而且他是内翻了，对，不是外翻哦，内翻。帮他抬吗？可以办法把他先有办法把他抬起来。帮忙一下，然后让他3、4个帮忙抬一下，2个手2个脚，轻松一点，帮忙啊。那现在要重点是不要再让他那个已经部署的地方再有一些可能要抬到哪边？抬错边，应该抬到那个。小心！哇，抬到我们面前。感觉他刚刚踩到的脚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反而是可能脚踝牵动上来的膝盖的位置。那个等于是那个脚踝变着那个力量直接支点，变成是在膝盖那个点上的支点。凯撒叛逆队替补由8号吴文轩来发球。哇，伤了这个吴以琳之后，这个可能战力会大受影响，因为他是毕竟身高有180公分了。长线。哇！现在防务员是很小心的，因为就在我们面前哦，所以他在很小心在帮他测整个关节每个角度可能的一个实际上回馈的一个感受哦，会痛、会紧，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现在慢慢的要让他把这个脚伸直。哇！这几年在气排看了很多状况啊，尤其一动到膝盖，哇，然后就紧张。好，这个挑战来看看这一球的结果啊，到底在整个部分有没有触到球？这协会的彭老师哦，难得轻松啊！彭老师基本上被他好搭的对吧？现在看起来很轻松，等一下最累的就是彭老师了。对，等一下。其实屏东最好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他是连续2周，第1周不用撤场，哇，真的对彭老师、菊老师来讲，真的是就可以轻松个1周了啊。没有碰到。高雄台电队的挑战失败，继续由吴文轩来发球。15比24，文轩继续发。啊，还是没能够打穿，这第2局结束啊。高雄台电25比15拿下，局数2比0领先。第2局比赛结束。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
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练球、比赛、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哇，真的是好可爱！这应该我知道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这个我真的就敢讲了。真的吗？不要乱念。阮尚轩，阮尚轩，阮尚轩。哦。对。OK。哇，这好可爱的小朋友。因为阮尚轩哦，
全运会的时候我负责沙排，阮尚轩有去，他是沙排选手。沙排选手。然后他那个戴白色帽子是他太太，他那个时候就有带他的小孩去球场。好，先讲啊，这一切都是这个触电哥负责啊，这个是不在我的认知。这个不会再乱说了啦，这不会再乱说。好，谢谢红星哦。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第2局啊，那个高雄台电攻击13分，拦网2分，发球2分，两边各有8次的失误，可是攻击的火力确实有比较大的落差了啊。那整个攻击哇，今天凯撒真的是也是一样，完全没有中间，而且其实讲的攻击点也不多。许芳明勉强拿3分，整个加起来3个人6分，所以确实在整个攻击火力上，今天因为接球都不到位，所以就只能够在很多球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攻击的一个角度出来啊。哇，这一局干脆索性就直接让皮皮先发了。他要累积一些在场上的时数啦，去慢慢感受，去慢慢的熟悉啦。哇，今天最凶的攻击手是谁？是举球手，那个人叫做刘玉纯。而且其实让皮皮多接触这种场上这种临场感，其实对他来说是有帮助。是因为你在做这些复健课程的时候，其实都是人造的这个环境跟氛围给你啊。那个在场上其实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另外一点就是很多角度，你在做复健没有那个力量是出不来的。对。而且那种有些时候排球最大就当然这也是风险了，可是你必须承受，就是你瞬间会必须要面对球的变化，你马上要做的一个转动。对。轮到7号陈思宇发球。所以说，只有一条路啦，你只能把你自己的膝盖练得更强啊。哦，这球救得漂亮，好球，修正过来可以打。有哦，这是今天最漂亮的一个中间的突破，吴文轩。对哦，凯撒就是要打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反击质量来去给台电这边制造一些压力啊。他是能跳的，他是能跳。这几周看他打球，他是这个弹跳的速度是快的哦。哇，可惜了，陈思宇的发球还是压得平了一点哦。文轩的爸爸是现在东山高中的这个后援会的会长。对，其实他们这一趟也有跟着去厦门一起去厦门。对，很热情而且几乎每一场企业联赛的球赛他都会到场。好球，这球有手法不错，第3局有比较放开打啊。其实这就是简英文一定要有的手法，因为他的高度是有的。把这打外侧手打得漂亮。放软啊，没有卡把到。哇，芝雅这个真的很会掉这种中洞的地方啊。哇，今天被他抹了好几颗了。不过其实这个球是有机会救到的哦，有机会的。3比3。哇，这个外带炫的。哇，这个刘玉纯这样子打怎么得了？弄你胜的后啊，你够发球，够攻击，够俩球哦，大家就变得很轻松。哇，他真的太多攻了，太多攻了。有哦，这几个扣杀就真的比较对。真的是有比较，再把那个角度给打出来啊！是，而且你主要接发有到位哦，所以其实举球员给攻击手的球就不会太差。那你针对这样目前的攻击动作跟整个出手动作还没有很熟悉的这个简逸文来说，那当然就会比较好打一点。不过倒是在整个防守上来讲，那个中洞的部分的整个补位啊，还要再加把劲哦。高雄台电队暂时领先1分。好球，救到。好球，好球。击球修正给4号位的
许慧莹，攻击得分。哇，那个台电这个加油团的那个大哥哦，真的，就是只要台电每一场球在南部啦哦，在南部他几乎每一场都到，而且是持续喊整场，救起来。哎，这个战术不错，在贝菲的掩护之下，后排的一个强攻。最后得分的是陈思瑜。哦，这第3局到目前整个开局跟整个攻击就比较有那个型啊，比较队形有出来啊。有。有哇，这几球打的就真的有这种比较显得出元气了啊！这就比较像是我们从开季所认识的这个凯撒饭店啊。那到底前2局是怎么了？主要还是接发球了哦，然后整个球员还没有进入状况。真的。哎呀，可惜，对，碰到网带之后弹的不如预期啊。哇，这个快攻手要记得上去哦。这个上一场的台产的最后1分。哇，这就有点危险。对，台电把握机会。哦。4号位的许慧莹把握住攻击的机会，大斜线直接拿下分数。8比6。有点短啊。哇，这几波在配球上面都比较可惜哦，最后都是失误收场。哇，反倒让许慧莹有那么一点予取予求啊。对你好不容易前面哦，感觉分数都有咬住哦，但是几次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失误啊。好，现在洪教练赶紧再喊一个暂停，不让事端扩大。目前6比9。你要就是要么2颗看起来下来，你2个球都直接打，这样就很好了。咱们前几颗的节奏还不错啊，抓一下那个节奏，好不好？来啊，开局还不错哦，开局还不错哦，关注咬着哦，加油哦！凯撒，上！洪教练刚才讲的很白啊，开局还不错啊，可是中半段好像有点往下掉了哦。9比6，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在分析股市的感觉。开盘还不错，尾盘要能够守得住。哇，皮皮单网得分。在慢慢累积自己的这个回归球场之后的这个成就啊，累积他的弹跳数啊。哎，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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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整个移位出来之后打了一个凹塞印哦，斜线的路线打得很漂亮，而且又有质量。轮到林凯森发球，在真的发球7比10。哇，这就一样啊，没有飘起来。这只能说真的就减少失误了啊，最基本的要求减少失误。轮到洪佳瑶发球，而且你发生的那个失误不是对方给你造成的，没有压力的对，失误，没有压力的失误啊，都是自己的。
啊，这球没有补位。这个球应该是在皮皮的这个防守范围哦。皮皮这个球打一个平行的 B 啊，可惜还是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哦。想要顺着这个球的流动哦，但是其实现在的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那个状况，所以有点跟不太上球的速度。嗯。啊，这几球的整个处理也都不是那么的合适哦，也让凯撒饭店再补1分回来。再追1分，继续由张云哲来发球。哇，这球没有，其实应该是有机会的哦，有机会守住的。对。4号位进攻，大前线落地直接得分。轮到许慧莹发球。12比10。还有主补位的漂亮，再来。还是想要尝试大斜线哦，但是球没有包好，也没有打进去。继续由许慧莹来发球。3分的差距。好球！哇，瞄准直线的地方哦，手腕轻轻的这样一甩，直线中后touch out得分。这个勾手腕的动作看得相当的清楚啊！11比13，第3局目前还是打得相当的接近哦。哇，这罚球又是你看，就是刚刚洪金提到，每次好像有那么一点机会的时候，都没办法一鼓作气哦，冲不过去啊，就是失误。发球权回到高雄台队队手中，那个火都要烧起来，你就给他泼一个水这样子。跟进的速度有点太慢了哦，所以这个球其实打得有点惊险。要加油在往前的快攻，突破对手的防线，拿下分数。15比11。吴文轩的发球。吴文轩，3分的差距啊！哇，给谁？给谁？枝雅往内切，不，这个球往4号位送。这是不是看错暗号？凯撒饭店队再追1分。哇，这个好险，不是出现在很关键的时刻哦。还有。再来，重新组织。哦，好球，好球！哦，这段时间都看这个刘一纯一个人在表演，真的。哇，他个人可以打切入、打复位，哇，打个人的移位、打主攻，哇，真的是很强嘞哦，有点舒和的感觉、哦，真的。又是左撇子，对。
好，再来，守起来，有。球看能不能再守一波。嗯，好，有机会。哎，踢到了铁板，这个球做的离网子稍微近了点。哇，这一波算是今天到目前攻防之间最漂亮的一个得分。对，而且是许芳敏的个人拦网哦。嗯。哇，还是相当短的一个背飞，廖家荣啊，等于是打一个小背飞。其实凯撒饭店要把握住这种防守起来的机会，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战术，廖家荣他在绕位的时候，那个动作其实非常的明显哦，所以其实你可以先预测到说他要打什么样的战术。是。那剩下后面的就看你防不防守了起来。凯撒饭店队请求替补7号下11号。凯撒把吴佩提给换上来，18比14。张云珍拦网的手最后一刻有点开掉了。单人拦网打下分数。凯撒饭店队请求替补13号下12号戴军方上。好，戴军方上来举球。哇，这球又是接球的问题哦。这次跳抛球造成凯撒队的接发失误。20比14。感觉前面都有咬住的凯撒饭店，到后面哦，好像这个接发球的问题又出现了。那真的是这个接球，只要一出问题，这个连带的各个面向都会啊有这种所谓的连锁反应。哇，这球反倒啊！前排这个球拦的让整个轨迹偏掉之后啊，这个人这一边没人呐、哇，一下下分数真的被拉开了。对，不过简一文刚刚在退位的时候、哦，感觉有点退得太远，距离太长了一点哦。嗯。凯撒喊暂停，14比22。拿一个他打一个，好吧？然后他就一个单脚一个长的嘛，老二老三都可以打。好吧 ，OK， 没事，接一个，找一个，慢一点，先接哦。两侧的要注意一下前面的小球就好，好，来加油，突破哦，这个要打过哦，来，暂停结束。目前比分22比14，由高雄排球队暂时领先。22比14。哇，还是一样啊，又是一个接球的问题。啊，接球一直到不了位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这个改善哦。请求替补12号下13号张云珍上。有没有配好？嗯。哇，接连这几分，突然间又是快速的一个得分，24比14了，赛末点。有。
哇，这一分还是在往前的一个出手发生了失误啊，25-14，高雄台电直落3拿下。想不到这个第三原本好像看起来还蛮有张力的，想不到后半段就一下下就让高雄台电给拿下了啊，3-0。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啾咪。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
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我们在赛后的记者会，我们的前面教练还有佳瑶跟徐婉莹在现场。首先跟这教练聊一下，就今年其实就阵容上来讲，还是有一点伤兵啊，包含就比如说一开季就伤了刚上来的这个新人，也伤了李玉。可是呢，匹配也还没有好。可是其实打起来的那个氛围跟打起来那个状态，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而且在目前的战绩也都是维持一个很好的优势。你觉得这中间是心态的问题吗？心态的调整，还是说球员当中的磨合，慢慢都已经成长到一个你所能够觉得更能够掌握的一个阶段？对。其实如果以去年来看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那个搭配上面。那搭配上面，如果说没有搭配得到，其实我们就只有利用主攻手去做奋战。那今年表现比较不一样，是加入快攻手。那至于伤兵多，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像是今年有加发球有加压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我们的二波拦防会比较得心应手，得分率也会比较高。对。对你讲到这，我就观察到，其实，在整个发球的部分，确实啊，高雄台电整个发球给对手的压力，像今天前一场都不觉得说，好像这个凯撒饭店遇到高雄台电这么难打，可今天感觉上从第1局到第3局，凯撒饭店整个接球都完全不到位，所以代表这半年当中，整个高雄台电在整个每个球员的发球这一块，你是不是有真的特别去要求这一块，对不对？其实，在练发球的时候，我会把它专门拉出一个时间来练发球，就可能位置的部分，可能要求球速。今天我想要练球速，或者是练点，我就要求他们点。对，但是主要是他们在发球的时候，就是从我们得分之后到底线发球的这段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就是要让选手去想说，我这颗球要怎么发，让他们自己去想。如果教练没有下达战术的话，那这段时间让他们去想，要有目标，那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发了。对，所以说听起来就是自己脑筋里面要先有个概念跟想法。是。那个前提也来自于说真的练得够多，所以说真的想得到、做得到，那给对手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嘛，对不对？对，是。好，来，刚刚教练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在整个所谓的搭配的部分哦。那当然就是要把所谓的快攻这个元素，原本是台电的优势，能够呈现出来，变作是举球手，变作是很重要。所以今年你在跟这几位学姐在整个快攻的搭配上，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你觉得更能够很顺畅的把球送到他们的手上吗？今年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在给快攻手的学姐们球上面会信心会更大一点，因为去年就是有可能就是刚衔接上来，然后就是配不太到，所以就是信心会比较就是那种就比较没自信去举快攻，然后也很少跟学姐们沟通。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几乎每一颗打完就是都会沟通，对。所以就是等于配的也比较有自信，就对了，而且那个效果不错，所以自己看了也会觉得越来越有自信。对。那我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球队有2个举球手，可是其中一个还兼职是攻击手。对。那你如果像比如说玉纯，好，你跟他同时在场上的时候，那你跟他的动线上，因为你是举球啊，你给他的球，他比较喜欢打什么球？玉纯姐的话，她就是要比较有速度。对，他的球就是比较有速度，然后他的球速可以快一点，比起阿敏的话，所以说他打的形态来讲是可以有速度平一点，对，跟打你配给其他人的球路会有点不太一样。对，那举球手配给举球手会觉得不太适应吗？
不会，不会，还是蛮习惯的。对对。那你喜欢这个球队里面有一个这样能攻能够这个举球的人吗？喜欢。好，我们看。网络上很多你的球迷啦，都会随时敲碗啦，这不管是男生女生的比赛，就一直喊着你的名字啊，跟你对你表达很多的关心了哦。那其实自从你转这个自由之后，其实大家还是都一直对你有很多的关心。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还是这么多球迷有真的给你一些什么实质上的一些鼓励吗？就是其实看到这些留言啊，或是他们给我的一些支持或是鼓励，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都是非常开心的。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有被看见的时候。因为之前可能觉得当攻击手的时候，因为他是得分的那一个，所以一定光环会比较就是散发出来的光环一定会是全场最亮眼的那一个。对，所以就是当你成为一个自由球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管救了多少颗好球。然后最后那个攻击手帮你得分之后，你也是一个很耀眼的人。哎呦，所以觉得这个整个那种心态上的成长，也自己都有感受得到嘛。对。那所以说教练也很肯定，就是现在当自由，感觉上好像有慢慢当出兴趣了，对。就是尤其是在就是可能地板挖一些不可能的那些球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救出这些球的时候，其实成就感蛮高的。对，那其实当自由跟当攻击手，其实有没有说你自己在觉得，在整个那种心态调整是一回事的，在整个体能跟动作的这个测试上，还是动作的一个整个练习上，有哪一块是你觉得在突破的那个点上是你花最多精神的？我觉得就是两个角色不一样，动作也会要更细腻，因为可能当攻击手的时候，你就是球要接到就好，但是他其实不用太要求说你一定要接到哪里还是怎么样。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由球员，你要控制节奏跟就是场上的一个守护神来说的话，我觉得动作细腻很重要。哇，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个成长不只是心态上、动作上、观念上啊，所以那个相信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嘛。很棒啊！这个礼拜的这个表现，而且目前的高雄台电有一点那种一枝独秀的味道，那也期待有更好的表现。好，我们再谢谢三位，也再把时间交还给在台上的洪青。好，那我想今天这场球赛是3-0，就很快速的就结束了。那这场球赛我们也可以充分印证到，在排球运动里面，不管你是男排还是女排，那接发球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今天前2局，包含说在第3局的后半段整个凯撒饭店连锁这边的接发球接续的崩盘之后，他们整体的组织跟攻击没有办法有效的串联起来，那你这样子也影响到攻击手他的一个攻击输出，那你其实对于相对有经验而且又有一定攻击火力的高雄台电这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阻碍所以就这样子让高雄台电就这样扬长而去，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对抗性存在。虽然可以靠着一些，比如说像简一文或许芳敏一些零星的一些个人技巧的一个突破，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去足以去撼动这个整场比赛的一个结果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从接发球开始做起吧。其实有些时候这种不同的体验，它一开始可能都比较只是单纯看一个面向，可是慢慢你就会感觉到说原来这些东西的改变，它真的让一个球队真的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质变。是。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也看到，包含就是高雄台电刚刚提到很大的重点，就是那个发球的加压那你就会发觉哇，真的是这一个部分也给对手很多的压力，而且那不是一个人的变化，是整队的变化。对而且其实今天这场球赛最应该发球要加的应该是凯撒饭店，对。但是反而发球加压跟发球破坏力的上面，高雄台电反而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就跟他说，那你今天就是球员的课题其实还蛮多的了每一个面向都要不断的。你看到这些学姐能够做到这样子，代表你也必须要给自己定义一个目标。那就像刚刚我们也可以感觉说，每一个选手如果给自己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的成长，婉云刚刚讲的也很清楚，他现在对可能当自由的那个体验，就跟可能球季刚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完全是不一样。对，这个也看得出婉云这几年这样成长，在由攻击手光环这么高，然后变成这个做苦力的
自由球员，他也看到他心境上面的一个成长。好，这个礼拜在整个屏东的赛事结束，也谢谢红青。那下礼拜我们要来到彰化，那将要来到八卦山的彰化县立体育馆，也期待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关心气排的战况啊！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红青，我们下礼拜在彰化再见，拜拜，拜拜。